没错，今天小丽吃要教你做葡式蛋挞。相信很少有朋友能够拒绝蛋挞的美味吧？千层的酥皮配上软嫩的塔叶，哇，这种口感的搭配，香甜嫩滑，简直太好吃了。今天我就来教你如何在家就完成一份味道超正的葡式蛋挞。那么首先你要做的就是搜索我的频道，在 YouTube 搜索主页输入 Lychee Girl，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的频道啦。我的频道主要做宝宝辅食、家庭食谱，还有一些干货分享，非常适合崇尚健康饮食、有宝宝的朋友们订阅哦。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你将能按时接收到我的更新提醒。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样酥皮又 Q 嫩的蛋挞是怎么一步步的完成吧。首先我来讲蛋挞酥皮的制作。首先我们需要准备150克中筋面粉。哦对了，今天我来介绍的食材的量呢，适合做9到10个蛋挞。然后我们放入1/2茶匙的盐，1茶匙的糖，接着倒入75毫升的冷水。切记，如果在夏天制作蛋挞，更是一定要放入冷水。在整个制作蛋挞的过程当中啊，保持低温状态是特别重要的。稍后我会细致的向你讲解为什么。接着我们放入25克无盐黄油，这个黄油一定要像这样，轻轻一捏就可以软化的程度。当然了，如果这一步啊你觉得特别麻烦，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刚才我介绍的食材统一都丢到破壁料理机里去，把它充分打碎，打成面团。或者呢，你有面包机、厨师机，这些都可以替代你完成这个过程。我们把揉好的面团放到保鲜膜里，叠成一个正方形，方便我们做接下来的动作。那这个面团呢，不需要揉得特别光滑，千万不要让它过度起筋。为什么要弄成正方形呢？其实是方便一会儿啊，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面团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片儿。所以呢，首先我们把它擀成一个小小的正方形或长方形。擀好了之后呢，再把它放到冰箱去冷却。在这一步呢，你可以用保鲜膜，当然也可以用烘焙纸，这两者的效果是一样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啊。然后我们把它放到冰箱冷藏20分钟。每一个冷藏的步骤千万不要偷懒。这是第一次冷藏。接着我们来处理黄油。准备30克软化的黄油，把它切成薄片铺开。然后呢，像刚才一样，我们把它给擀成一个正方形的黄油薄片。这次我选择用了厨房纸，因为它的这个防粘性更好一些。在黄油软化又冻起来之后，它比较容易定型。我们先把黄油敲打几下，让它足够薄了，就会很好擀。擀这个的过程有一个窍门，就是你把它们都先往4个角擀然后呢再把它们往中间划齐，擀成一个薄厚均匀的黄油片，然后放入冷冻室待用。因为你处理好黄油呢，这个时候距离面片的20分钟恐怕也只剩10分钟了吧，所以呢我们放入冷冻室效果会快一点。加上夏天呢，黄油拿出来再变软化也是非常快的。我们取出刚才冷藏好的面团，撒上一点点干面防粘。这个时候我们把刚才已经做好成正方形的面团呢擀薄。首先压几下横着竖着都压几下，这样呢方便你接下来去把它擀，同时呢也不容易让它的身材走形，否则很容易呢根据你手劲儿的不同呢，把它擀成了一个腰肥脖子腿瘦，或者脖子腿粗中间腰细的一个面片，这样呢擀比较均匀。如果中间你发现比较瘦的话，你可以用擀面杖的两端手比较使劲的地方调整一下。总之呢，你在这一步把它变成一个长方形或正方形的薄面片就可以了。接着我们把刚才冷冻好的黄油拿出来，
你看冷冻的效果呢，就会让它整个离开这个纸的过程变得比较容易。即便如此，因为我当时操作的时候是30多度的天儿，所以你看黄油依然是很快就会软化掉了。不要紧，虽然破了，我们给它稍事整理一下，然后把面片呢裹上黄油，折叠起来，四周都把它给裹牢了。封上口之后呢，我们把它捏齐了，捏紧了。这个时候呢，还是一样，我们把它包进保鲜膜或者烘焙纸里。我包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正方形，然后把它擀得再稍微正一点，因为刚才包的不是特别的正，强迫症啊，这一步大家可以不要向我效仿。你把它包起来，冷藏起来就可以了。记住喽，这是我们第2次冷藏面团，依然是20分钟。接着我们再取出30克软化的黄油，还是重复刚才的步骤，把它给擀成薄片。依然是放到冷冻室待用，冬天的话放入冷藏室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取出放置了20分钟的面团，你看经过冷藏之后呢，面团都会变得很硬，因此很好操作。那在这一步呢，我们可以把刚才的黄油呢给直接像刚才那一步一样接着裹。那我教你另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用奶油的抹刀把软化的黄油平均的抹在这个面团上。这2个方法呀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呢建议在冬天你可以用抹刀抹黄油的方法，但是夏天呢最好用刚才面团包裹黄油的方法，因为你看夏天这个面真的太容易升温了，很快它就软化了，包起来操作起来很不容易定型，歪七扭八的。所以我们接着用烘焙纸来给它定个型，卷成一个长方形，然后把它稍微擀成一个比较有宽度的长方形包片，接着又放入冷藏室20分钟。这是面团第3次放入冷藏室哦。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已经叠了很多次了，所以这个时候的面片啊，它实质上已经有很多层酥皮了。20分钟到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面片取出来，放在案板上，撒一些干粉防粘，依然是把它擀成大薄片。你看这次我没有准备黄油，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用黄油了。我们刚才准备的2个步骤啊，它的酥皮儿已经足够酥，足够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它给擀平了。擀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看啊，擀到大概呀是这样一个厚度。你看，我们把食指放在这儿，大概是食指的1/3，也就是1/3厘米的厚度。然后我们把表面的这个面粉啊给刷去，慢慢的把它给卷起来。在最开始的地方啊，一定要把它给卷严实了，不要留任何空隙。好，这样一点点卷。那中间有长出来的部分不要紧，一会儿我们把它塞回去就可以了。像这样，像这样 OK 好了，这样就是一个很规则的面卷了。如果封不上口，我们沾一点点水啊，一点点就可以了。好了，很轻松就粘上了。好，这样一个面卷做好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要用保鲜膜或者厨房纸把它给包裹起来。
那我们滚一滚，让它稍微规则一点，均匀一点。这个时候我准备了一张刚才用过的保鲜膜，把它给卷紧实了，卷起来。卷好之后呢，现在我们要把刚才的面卷冷藏2个小时以上。如果你不是花1天的心思去做呢，我建议你可以放1晚上都没有问题，第2天再来做。现在我们来做蛋挞的塔叶部分，我们准备160克的纯牛奶，全脂的纯牛奶，大概是150毫升。然后呢，准备个50到60克的细砂糖，取决于你想吃多甜的这个蛋挞。然后再准备225克的淡奶油。接着呢，我们来磕4个鸡蛋，取出4个蛋黄来。每次用2个鸡蛋两两相碰来磕鸡蛋的时候，我都在想，到底哪颗鸡蛋最后会胜出呢？今天这颗鸡蛋最顽强的生存到了最后，它的皮最厚。接着我们一点点的把蛋黄给挖出来。当然，如果你有蛋黄蛋清分离器，在这一步你可以直接更快捷、简单、安全的取出4颗蛋黄。接着呢，我们把刚才的细砂糖倒入到牛奶当中。这个呢，你可以放到小火上去，把白糖完全的让它融化到牛奶里去，慢慢的煮。也可以用我这种懒人的办法，直接微波炉叮个1分或1分半钟。接着我们把融化了白糖的牛奶倒入到一个大碗当中，接着加入刚才准备好的淡奶油，以及我们刚才磕好的4个蛋黄，把它稍微搅拌搅拌。你感受到已经完全没有砂糖颗粒了。这个时候把蛋黄也加进来，搅拌一下。搅拌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加入少许的香草精，如果家里没有也可以不加，这完全只是口味上的变化。接着呢，我们把刚才搅拌好的混合液过筛，过筛这步特别关键，过筛的细腻程度直接决定了最后你的塔叶烤完之后它的那个滑嫩程度。你过筛的次数越多，那你烤出来的那个塔叶部分就越嫩越滑。你看我过滤出来了很多沫沫，然后呢还有一些我就接着过滤，我呢是过滤了3遍，我觉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些先放到冷藏室保存。我们来处理面团儿，已经放置2个小时甚至隔夜的这个面卷儿，我们拿出来，它已经很结实啊，硬硬的，裹得也很紧。我们接着呢把它切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剂子，通常来说呢能切9到10个，切成大概这样1.5厘米厚度就可以了。当然也取决于你滚的这个面卷它的粗细程度。总之呢，按照我的这个分量呢，你切9到10个小剂子都是可以的。接着我们把它稍微整整形，按成一个圆形的小薄片儿。然后呢，我们准备一个烤盘，或者你有蛋挞的塔模，那更好。为了方便从这个模具里面取出蛋挞，
我们可以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刚才用过的烘焙纸，剪成长条状，把它铺在这个小壳里，一会儿你就知道它的妙用了。像这样都铺好之后呢，我们把刚才的塔皮一个个的按进来。这个按的手法非常重要，你要做出来的蛋挞皮是底部很薄，边上厚厚的。然后我们倒入7、8分满的蛋液，放到烤箱里面去烤。你看，等它烤完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纸条的妙用。非常轻松的就取出了很烫手的蛋挞，很轻松。那你要问了，如果不垫那张纸有多不轻松呢？会不会挂壁呢？我们来看看啊。我为了防止它有任何可能性毁了我一排蛋挞，所以我还是偷偷的抹上了一层薄薄的玉米油。然后我们来细致的教你如何按塔模。你看啊，我们把这个蛋挞皮放进去之后呢，大拇指从底部慢慢的往上搓，让底儿尽量薄，但是千万不要搓透了啊，这个底儿千万不能破，这样塔叶露出来了就坏了。你看，双手这样转着，让这个边边呢尽量高一点，因为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回缩，像这样就好了。接着我们一点点有耐心的每一个都做成一个底儿薄边厚的蛋挞皮儿。那我做了9个之后，每一个都灌上7、8分满的蛋挞液。这个时候你可能分配的不是特别均匀，没有关系，我们准备一个小勺，把刚才可能分多的匀过来一点就可以了。终于大功告成了，把它放入预热到210摄氏度、395华摄氏度的烤箱当中，放置到烤箱的中层烤20分钟。整个制作过程你会发现，其实最难的部分就是塔皮的制作吧，比较麻烦，剩余的部分就比较享受，也比较快。我们来看烤制蛋挞的过程啊，这才叫一个享受呢。20分钟过后，热乎乎刚出炉的蛋挞，别提有多香了，还有一些不断的在冒泡的声音。接着我们来看看不铺烘焙纸好不好脱模呢？真的是很烫啊！好像还比较容易啊，没有挂壁。脱模还很顺利，烤得也很均匀。太烫了。慢慢发现，当它冷了之后呢，有一点点回缩，就非常轻松的可以取出了。上面4个小小的呢，是刚才垫了这个烘焙纸烤出来的，剩余的是刚刚出炉的，没有垫烘焙纸烤出来的，稍微大一点点。那2次出炉9加9应该是18，现在怎么只剩13个了呢？别问我为什么，别问，问了就是吃了。好吧，看着 Q 弹滑嫩，你怎么能忍住不吃呢？好吧，确实是我偷吃了几个之后才继续拍的现在的画面。我们来切一切，哇，感受一下它的酥脆，好烫啊！你看中间，哇，太嫩太香了吧！
好了，以上就是蛋挞制作的全过程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记得给我点赞留言哦。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每周3次更新，记得打开小铃铛，接受第一时间的更新提醒哦。